末日降临后，所有人都在拼命躲避丧尸，我却直接反其道而行，主动成为了末世中的第一批丧尸，然后跟在丧尸后面躲避人类。那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突然又猛地站起来，扑向了与顾婉晴同行的那个少年，在少年背上背着一把长刀，下秒扑过来的人被少年直接砍掉了半个脑袋。很显然，那辆大巴车上有感染者，从大巴上下来的人看到这一幕都震惊了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车上竟然有感染者，要不是这个小姑娘带着人追上来，估计他们都得死。不止这个司机震惊，就是我都觉得顾婉晴真的很厉害。当然，顾婉晴越厉害，我就要离这个人越远，不然真的打起来，自己就连开口解释的机会都没有，脑袋就被砍掉了。所以还是先跑路吧，这热闹可看不了一点。我往高速路的另外一边走去，这才站起身来想要离开，可没想到一转身，我就被远处的那群丧尸给吓了一跳。好家伙，这密密麻麻的，估计得有上千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枪声引来的。因为国道这边有高速路遮挡，再加上还有一个转弯，所以从顾婉晴他们的位置根本就看不到尸群已经袭来。我伸手拍了一下额头，犹豫着到底该怎么提醒他们。忽然我想到了顾婉晴的那条狗，那狗嗅觉和听觉应该很灵敏。想到这里，我看了看周围，只见一只丧尸正朝着我的方向走来，于是我连忙上前拉着这位丧尸老哥就往顾婉晴他们的方向走。当走到边缘位置时，我用力扛起了丧尸老哥的一条腿，这只丧尸就挂在了高架的围栏上。丧尸骂骂咧咧的声音立马就引起了那条狗的注意，而我听到狗叫时，立马就跑到了一辆车的边上，然后把车里的尸体拉过来盖在了自己的身上，又开始了装死。很快，少年跟着狗上了高速，顺手把那只挂在围栏上的丧尸给解决。但没想到那狗却朝着我的位置反扑，这让我很是紧张。不是，你别找我呀，你倒是看对面啊！要不是自己的心脏已经不会跳动，自己都觉得心脏要从嘴里跳出来了，这埋尸之恩可真难还。不过还好，这狗只是越过了我，跳到了对面的高速路上，并对着那个方向龇牙警惕。少年听到这狗的声音，也朝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。当他看到密密麻麻的丧尸时，吓得他急忙带上狗转身就跑。此时少年心中只觉得庆幸，好在啸天对这只丧尸产生了反应，不然他们就被丧尸给包了。秦姐，我们快走，有尸潮过来了，估计数量将近2000只，咱们应付不过来。少年的声音由近及远，那狗子也跟着飞奔了下去，但我还是不敢动。等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后，我这才一把掀开那尸体站了起来。此时那些丧尸已经走了过来，密密麻麻的朝着车子消失的方向而去。如今自己和那个顾婉晴也算是两清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拿起地图继续朝着西边去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随着太阳升起，作为人类时的我本就不耐晒，变成尸体后就更不耐热。于是我撑起了伞，继续往前走。我看着面前这些被太阳晒得蔫了的丧尸，莫名的感觉心情有些好。傻了吧？只有伞。我有些嘚瑟的转着伞往前走。原本我是打算用1天1夜走完50公里，但是现在走了1天1夜才走了30公里都不到。很显然，我低估了自己爱凑热闹的天性。果然，就算是社恐，人类的本质还是想去凑热闹的。等下午阳光没那么强了，我这才把伞收起来。随着太阳下山，在经过一个小村庄时，我发现这些丧尸有些异常的活跃，这让我有些好奇。像这种高速路边上的小村庄，一般也就几十户人家，整个村子的人要是都变成丧尸，估计也就100-200只。但这丧尸是不是太活跃了一些？面对人类，我唯唯诺诺，但面对丧尸，我就想凑上去看看。所以我在满是丧尸的小村庄里，大摇大摆的就进去。这些丧尸几乎都围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口前，我凑了过去，发现这户人家的屋子是个2层的，并且院子的围墙比旁边那些人家高一些，再加上大门也是那种厚重的钢铁大门。当我靠近后，闻到了里面有若有若无的香味。很显然，这个屋子里有活人，末世都1个月了。没想到在这个小村子里，竟然还有幸存者。凑过去，从丧尸群中挤了进去，然后趴在门缝上往里面看，但看了半天看不到里面的人，就不再勉强自己。要是自己爬墙进去，估计就要把别人吓坏了。可就在我打算离开时，脚下却莫名的被绊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发现是好几具尸体的残肢。这吓得我立马挪开脚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踩的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正当我还在道歉时，忽然门锁的声音响起，这吓得我立马转身就跑。等我爬进了隔壁家，我偷偷摸摸上了2楼。这里的2楼刚好可以看到隔壁家的院子。此时那房子里的门被打开，只见里面走出来一个17、18岁的小姑娘。小姑娘顺手提起门边的一个棒球棍，但那小姑娘却丝毫不慌，对扑过来的丧尸直接挥动手中的棒球棍，把那丧尸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就感觉有些后怕，幸好刚刚自己没有去敲门，不然这棒球棍就要敲在自己脑袋上了。好险好险！少女看着倒下去的尸体，又一棒球棍挥向了第2只丧尸。等杀死5只丧尸时，少女似乎从虚空中看了一眼，这才心满意足的爬墙回去。看到这儿，不由让我想到，这个小姑娘和顾婉晴2个人，不知道是谁更厉害点。要是他们2人一起行动，都不敢想这又是怎样的一本爽文。